众所周知，城市中总有一些阴森恐怖的地方，如殡仪馆、墓地、医院、地铁以及医学院。这些地方常常是人们生命终结的场所，也是尸体存放之处，因此常常被一些不适的阴灵所困扰。在这期节目中，我们将一同分享上海女生丽丽在医学院所遭遇的一些惊悚灵异事件。早在丽丽在上海某大学的医学院就读期间，她便经历了一些非同寻常的事情。她的解剖老师是一位中年男子，情绪始终保持着极其稳定的状态，但他却相信迷信。每次开心的时代，总是烧香3支，朝4个方向拜拜。当然，这些他并不当着学生面做，丽丽等人也是从别人口中听说的。然而，这样的行为在一个学术界的人身上，却总能说明一些问题。在丽丽上解剖课时，她遇到了一件怪事。那一天，丽丽因起床晚了而错过了宿舍里的同学们。穿好白大褂走到解剖楼时，却发现大门紧锁，无论怎么用力敲打都无法打开。最终，她只能施展全身力气才勉强把门推开。进入门后，丽丽一层一层地走下楼梯，直奔地下室。但当她到达解剖室所在的位置时，却意外发现那里并没有任何教室，只有一条长长的走廊，这让她感到不安。尽管当时丽丽并不是十分迷信，她认为自己可能只是因为不熟悉而迷路了，于是决定继续寻找解剖室的位置。然而，随着她一步步前行，她发现走廊墙壁上都被水汽弥漫，湿漉漉的。她当时并没有太在意，毕竟这是地下室，可能会有潮湿的情况发生。然而，当她继续前行时，却发现自己绕了好几个圈子，一直找不到解剖室的位置，甚至又回到了一开始的拐角处，也就是那条走廊的开端。这时，她开始感到害怕，汗水顺着额头滴落，双眼不停张望四周，因为她发现了一件无法解释的事情。走廊的瓷砖墙上出现了3道痕迹，就像是有人边走边用手抹过去的痕迹一样。这些痕迹有时是正常人的高度，有时却高过丽丽的头顶。然而，丽丽明显是这条路上唯一的人，而且她刚刚绕了好几遍，墙上根本没有任何痕迹。丽丽当时极度恐惧，眼泪即将夺眶而出，但她想起母亲曾叮嘱她，当感到害怕时就要念佛号。于是她边念边寻找楼梯，绕了好几圈才终于看到通往上方的楼梯。她奋力狂奔，终于逃离了地下室，回到了自己的寝室。由于内心不宁，她当天逃过了课程，事后也不敢向任何人提起这件事。过了1个星期后，她和寝室里的女孩一起去上解剖课，同样在同一栋楼，同一个地方，但她所看到的景象却与上周大不相同。这次地下室里没有长长的走廊，也没有湿气凝重的墙壁。丽丽意识到，上次她8成遭遇了所谓的鬼打墙现象。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，她才敢向那位迷信的解剖老师提起这件事。老师说，学校平时使用的是自然灾害中死亡的尸体，那些尸体已经在福尔马林中浸泡多年，其中的魂魄早已经转世投胎。但是最近，学校联系到了皮枪毙死刑犯的尸体，这些杀人犯生前凶猛残忍，死后也是厉鬼，不愿意让一群孩子在他们身上动刀，因此他们可能会捉弄学生们。而丽丽恰好分到一个脑袋上有2个枪眼的死刑犯的尸体，因此她才遇到了这些事情。从那以后，丽丽在医学院期间再也没有遇到过任何恐怖事件，直到她大学实习阶段进入了深圳某个大医院。丽丽总是怀着善良和救世情节，但在医院里目睹了一幕幕惨剧，她心灰意冷，觉得有情的是鬼，无情的是人。
她在医院第一次经历奇怪的事情是在急诊室里。当时有一位老太太已经在急诊室里待了2个星期。也许有些朋友会问，为什么急诊室可以让病人待2个星期？这是因为收入病房的病人一般都质量上乘，年纪不大，身体基本条件还好，诊断明确，且有足够的经济条件支付医疗费用。这些是医生选择病人的条件，但这位老太太不符合上述条件，所以只能在急诊室等待治疗。莉莉至今仍清晰地记得老太太当时的诊断 ：COPD， 2型呼吸衰竭，房颤。老太太已经接近80岁了，有2个女儿和媳妇轮流接班照顾，可谓是家庭的中心和心脏。老太太在急诊间已昏迷多时，每日上着心电监护，吸着一定浓度的氧气，看情况，估计是过不了这个关口了。莉莉当时对病人仍充满好奇，喜欢跑过去观察病人的变化，从而积累临床处理经验，而成熟的医生则已麻木于此，除非是记忆出医疗事故的病例或熟人介绍的，否则一般都按自己的经验处理。急诊间就像个乱葬岗，大坟场，数百名诊断不明、疑难杂症或等待死亡的众生聚集在一起。虽然还都是活人，但散发出的竟是一阵死气。然而老太太的2个女儿依然充满爱意和耐心地照顾着母亲，一点也不绝望。相比之下，媳妇对老太太态度就很差，每天坐在那儿敷衍了事。不过这种情况在医院也见得太多了。那天凌晨，上级医生已去睡觉，只剩莉莉守着办公室。这时一个中年男人急匆匆走过来，长相非常不错，只是个子不高。中年男人眉头紧锁，透露出无限的焦虑和担忧。他着急地说：“医生，你快去看看我妈妈。”莉莉当时正在抄方子，等她停笔抬头，男人已经不见了。莉莉便出办公室找他，因为她不知道男人的母亲是谁。远远的，莉莉看到男人在老太太身边站着，她这才明白过来，立刻回到办公室找到病历卡，决定前去查看。老太太点头样的呼吸着，情况确实不太妙。一般点头样呼吸是一个人临终的标志，当时正好是媳妇当班，却在一旁打瞌睡。莉莉对这个男人说了一句话，语气中透露着深深的忧虑。她说：“你妈妈可能会面临着一道难以逾越的关卡。”男人听到这句话后，表情十分痛苦，但他只说了一句话：“我会竭尽全力保护我母亲。”这句话让莉莉感到有些惊讶，因为她对这个男人的印象并不是这样。后来的一个晚上，这个男人陆续到办公室找了莉莉4到5次，每一次都是为了让莉莉去看她的母亲。有一次，老太太发生了房颤，莉莉便让那个男人的媳妇给老太太吃了他们原本就在用的可达龙。莉莉注意到心电监护上的氧饱和度很低，这意味着老太太正在缺氧。她看了一眼氧气瓶，却发现它居然被关上了。莉莉马上询问媳妇，媳妇却无法回答这个问题，她只是说可能是别的医生或者其他人关上了氧气瓶。莉莉对此心生疑虑，但并没有过分表露出来。她只嘱咐媳妇要小心照顾老太太，特别是在这个重要的时刻。然而第2天早上，老太太却离开了人世。媳妇没有叫医生，而是直接把白布罩在老太太脸上，直到2个女儿吵着架赶到医院。女儿们问起凌晨的情况，媳妇竟然直截了当地回答说，药片没给老太太吃，吃了也没什么用。2个女儿顿时哭成一片。这时莉莉问起那个男人在哪儿，并说已经嘱咐过那个男人了，他怎么会听媳妇的话呢？媳妇却一脸怒容，不明白莉莉在说什么。她说：“什么男人？就我一个人？你们这些医生总是糊里糊涂的。”莉莉感到很困惑，
他说：“不是那个男人吗？他昨晚来找我4、5次，叫我照顾他的母亲。他不想救他的母亲吗？”他们3个人同时转过头来看着丽丽。二媳妇说：“医生，你不要乱说，就算我男人还活着，我也每周都会来看这个老太太。如果不是为了照顾我孩子，我早就嫁人了。”这时候，丽丽感到很不可思议。她问：“那老太太的儿子不是一个很有文化的男人吗？不过不是很高。”2个女儿开始哭得更凶了。其中一个女儿对着妈妈的尸体喊道：“妈妈，你儿子来看过你了啊，你可以安心地跟他走了。”这件事情让丽丽很震惊。首先，二媳妇间接害死了她的婆婆，但由于缺乏证据，没有人能够报警。丽丽后来得知，医院里不乏人杀人的事情，尤其是在恳求医生进行安乐死而遭拒后，亲人之间的谋杀愈发司空见惯。虽然医生们都是姑息的，但这些病人本来就处于重症晚期，最终难免会离开人世，却还会拖累许多人力物力，令病人们遭受更多的痛苦。让人痛心的是，一个已经去世的儿子仍旧守护着他的母亲。丽丽至今仍然记得他痛苦、焦虑的表情，他一直不肯转世，恋恋不舍地徘徊在人间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惨剧的发生，却无能为力。唯一的希望只能是让丽丽去发现一些端倪。虽然丽丽曾经阻止过一次媳妇的谋杀计划，但只要媳妇有这个想法，防不胜防。丽丽心中对那个男子仍然怀有深深的歉疚。可见，鬼也有人间情感，而人也有恶念。在急诊室工作，让丽丽深刻地认识到生命的无常。有些生命的逝去似乎是命中注定的。最令人心碎的是，那些突然撒手人寰的患者，他们家属的哭泣声，足以让丽丽躲到角落里偷偷落泪。比如有个男人，他在洗澡完后突然感到难受，在送到医院的途中不幸去世。尽管医生们仍然竭尽全力抢救，即使只有一线希望，他们也不会放弃。在那次抢救中，丽丽认真地进行了胸外按压。男人的妻子在一旁已经哭得没力气了，她全身心的唯一希望就寄托在医生身上。当上级医生宣布抢救无效死亡时，家属跪下来恳求医生们再抢救一会，但实际上已经抢救了半个小时，除非发生奇迹，否则已经无力回天。当时丽丽的上级医生已经离开了，但她还是年轻，情绪上更容易被患者影响，于是她继续按，一遍又一遍，但最终还是失败了。那天之后，丽丽生了1个星期的病，持续的发低烧。她还经常梦到那个男人，在梦里男人似乎在感谢她。然而，这件事到底是灵异事件还是丽丽自己的心理作用，就看各位读者自己的想法了。当提到丽丽撞鬼的经历时，你或许会想，难道她具有灵异体质吗？但实际上，这并非丽丽本人的特殊能力所致，而是因为医院这一地点自身就笼罩着浓重的阴气，因此在医院工作的人们多多少少都会遇到一些超自然的事件。举个例子，09年的某一段时间，丽丽好奇地询问一位熟识的移植科同事关于一个跳楼患者的传闻。原来，移植科曾在新年期间接诊了一位患者，该患者因患有乙肝引起的肝硬化和肝功能衰竭，需要进行肝移植手术。这位患者的儿媳妇条件非常优越，安排了特需病房，每晚800元。在进行移植手术前，不仅需要评估患者的各项器官功能指标，还需要调整患者的营养状况以备手术。但由于该患者本身机体条件不佳，所以调理时间较长，床位医生也花费了很多的精力和心血。然而，在手术前1周，该患者开始出现幻听幻视、定向障碍等症状。尽管在病历中写明了这些症状，
如患者诉说幻听、耳鸣等，但医院的住院医生们都感到十分的神秘。每天查房时，该患者总是东张西望，讲些胡话，如他不愿意给我的，你们不要救我了，我医治了他就会跟过来，到时候我一样要死。对于习惯于见怪医师的医生来说，如果从科学角度去考虑，这些症状不过是患者的术前焦虑和抑郁，但如果稍微迷信一些，可能就会涉及到一些神秘的力量。那么这件事的玄妙之处在哪里呢？由于移植手术的特殊性质，接受器官的受者不可能知道供者的身份信息，然而患者所描述的幻听幻视内容却与供者的个人信息惊人的吻合。患者甚至说供者死尸院中，并且死后还要被人分尸，他会一个一个去报仇。接着发生的事情是，该患者在所有手术条件具备的情况下，从高楼上跳楼自杀，甚至没有留下任何遗书或遗言。最奇怪的是，他的尸体离开他跳楼的窗口很远，而要跳得这么远，学过物理的人都知道需要有很大的初速度，因此一个肝功能衰竭的患者竟然可以跳这么远，这实在是非常奇怪的，就好像有什么人用了很大的力气把他从窗口硬扯出去一样。无论如何，这件事以该患者自杀身亡告终。岁月如梭，医院里的奇怪事件从未间断。就在那同一年，2009年，另一起匪夷所思的案件也发生了。这桩离奇事件是由丽丽的一位实习同学亲口告诉她的。那天，一位面容痛苦的少女和她的母亲一同来到急诊室内科，母亲代答医生的询问，而女孩子默默地坐在那里，低着头，一声不吭。据母亲所说，女儿的肚子非常的难受。然而，丽丽的同学开始感到奇怪了，因为这位女孩的脸色非常黄，手上的指甲也满是凹凸不平的痕迹，上面还有啃噬的痕迹。最令人惊奇的是，这位女孩的头发参差不齐，甚至有些地方已经秃了。尽管丽丽的同学是一名西医，但她还是按照常规来做诊断，因为女孩说她的肚子疼。当她进行腹部触诊时，发现女孩的肚子很痛，而且她能明显地摸到一个肿块。按照惯例，该进行 B 超检查了。然而，当送往 B 超室进行检查时，做 B 超检查的医生也感到很困惑，毕竟他在多年的行医生涯中，从未见过这种黑暗的阴森团块，而 B 超检查的结果也并不明确，只能说是异物。医生问患者什么时候开始感觉不舒服，但女孩只是死鱼般地翻着眼睛，咬着下唇，没有回答。最后，她被送到急诊胃镜室，用纤维电子胃镜进行检查。在胃镜室里，刘主任看到了让他汗毛都竖起来的情景。在女孩的胃里，有一大团黑色的东西，而这些东西不是别的，竟然是一团一团的长头发，纠结在一起，太多了，堵在了幽门口，导致肠梗阻和胰腺炎。尽管刘主任非常恶心，但他还是忍住恶心，一点一点地用钳子把这些恶心的头发夹了出来。这些头发粘着胃液和糜烂的食物。据说当时在胃镜室外等待的其他患者也进来围观了，现场的情景相当混乱。那么，这个病例到底该被诊断为什么呢？异食癖、肠梗阻、急性胰腺炎。别急，这还不是全部。有时候，我们往往迅速接受了事情的表象，而非其真实原因和过程。这个病例在官方的诊断结果中被认定为异食癖，但这只是表象而已。丽丽的同学告诉她，从女孩的胃里被牵出来的胃内容物丰富多彩，让人不禁为之一叹。除了她自己的头发外，里面还有一团细软的头发，更让人不寒而栗。更加离奇的是，胃里还发现了婴儿的上颚。医生们后来推测，
这是一位女孩意外怀孕，导致性格变化，最终引发了异食癖和抑郁症。在胎未足月时，她在某处产下并吃掉了死胎身上的一部分。回忆起这个事件，莉莉心有余悸。此外，莉莉还想起了另一个与 B 超有关的病例。有一天，一个肚子胀得像啤酒肚一样的40多岁男人和他的妻子来到门诊。男人的腹部异常肿大，令人毛骨悚然。尽管这位年轻的门诊医生有些手足无措，但这位男士却坚信自己肚子里长了一个妖怪。他甚至让医生摸摸他的肚子，以证实他的说法。医生感到十分困惑，但还是让这位男士做了 B 超。结果 B 超显示出一个异常奇怪的肉团包裹在患者的腹水中，还有不明的阴影。随着患者的心脏波动，阴影也跟着诡异的飘动。这是一个极其神秘和离奇的病例，令人无法想象。医生们做好了手术准备，签字手术后，他们开始消毒并麻醉患者。在硕大的无影灯下，这些外科开刀匠们手持柳叶刀，决心将患者的肚子打开，一探究竟。他们一层层地切开皮肤、前筋膜、深筋膜、腹横肌、腹直肌，终于到达了腹腔。然而，映入眼帘的却是令在场的手术医生、一助、二助都感到阴森可怖的景象。一张浮肿的人脸陷在了2只婴儿腿之间，这张脸已被压得很扁，血肉模糊，整个头部上还有一定程度的脓液，头顶上还残存着些许黄色毛发。为了仔细地将这块东西与患者的组织分离开来，尽量不碰伤血管和神经，医生们费了整整8个多小时的时间。他们用水仔细冲洗这只怪物，结果发现它确实是一个未发育全的、肢体扭曲的胎儿，脑袋向后扭到了2腿之间。不过这个胎儿却没有大脑，看起来像是从患者出生时开始就一直寄生在患者体内。胎儿本质上是患者的孪生兄弟，但以胎中质胎的形式出现。这40年来，他一直汲取着患者的养分，吸收血液。最近，患者的腹部受到外伤，将寄生胎儿的脑袋压烂，引起了腹腔的炎症和腹水，才引起患者重视并前来就医。莉莉遭遇过的，或者听同事们提起过的这些事件，其实大部分都只能说是怪事，并不是全部都能与灵异扯上关系。或许，在医院这个地方工作，就是更容易遇见一些突破人类常识的事情吧。不过，这些无神论的外科医生们仍然勇敢地持着柳叶刀向着怪物袭去。为了拯救患者，他们不畏艰险，不断探索。这份对医学的热爱和对生命的敬畏，令人深感敬佩。本集已经播放完毕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，也感谢大家点赞、订阅和支持。